太平年最新剧情来了。前面讲到吴越王免除包括台州等3地赋税，而当地豪绅贵胄却已经把赋税收到了后年，没粮的只好贷款交粮，办贪官容易，但50万户粮食的亏空难补。好在九郎有个嫁妆极其霸道的媳妇。使君，稻米50万斛，皆已运抵本港。有了这50万斛粮食，九郎便有了底气，然后开始算账。小人有罪。但九郎也心知借粮的老百姓是可怜人，而这些来此赴鸿门宴的小地主们何尝不是可怜人？他们只不过是些幕后虎狼推出来送死的可怜人。也幸好九郎也提前打好招呼，除了已经杖毙的虎狼之外，来此的人会有大造化。一番温危病失，九郎深深征服眼前的老头，无妨的，免了死罪又还了本金。九郎又拿出王杖，这个灾情刚过，百废待兴，所有的商户有了这官方对外贸易的招牌，即可不用挣黑心钱，又能继续发家致富。一瞬间，九郎征服了道场的所有人，再生父母啊！另一边，百姓拿回了失而复得的田地，更是对九郎君感恩戴德。画面一转，杭州皇城之中，皇帝已经病入膏肓，应该所有人都会想要是九郎当了皇帝该多好。可爱的女主替各位问了一下，有些事我是万万不会做的。话说去了鸿门宴的小豪绅们得了天大的好处，而那些没去的虎狼们讨上门，不仅没有拿到应有的利息，还没有出海经商的特权。博弈物，诸君真的是来晚了。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九郎又掏出了10张特许经商的营业执照。鸿门宴杖毙老虎，拉拢了群狼尾巴，现在又通过仅剩的营业执照拉拢了前10的头狼。台州的局面基本解决了，但九郎并不满足于此。今岁起，这10年内的秋赋，就由这10家包了。不管是先征后量，还是10家包10年赋税，其实性质虽有不同，但都离不开州县虎狼的治理。皇帝不可能亲自征粮，但是如此一来，征粮放在了明面上，最起码保台州等6地10年之内稳步发展。不等九郎享受这10年，杭州朝堂又出了大事。不懂事的七郎早些就针对胡进思，而现在七郎叫了所有现任的重臣，唯独没有叫胡进思，这是又在逼3朝老将造反。六郎真是痛心疾首，带不动，真心带不动啊！至此六郎下线。第2天，胡令公开始走流程，反七郎的心就写在脸上，气得老七心想这老家伙演都不演了。远在台州的九郎不知道朝堂发生的大事，正想着闲了无事，先把婚结了。筹备婚礼的人是葛强，这人前几集就有高光时刻，买官装傻站队付大仇。这里恭喜九郎势力又添一位聪明幕僚。另外一边，不知各位看官是否发现此人的言语神情像谁？对了，就是水秋公。水秋公不日下线，沈胡子就是九郎的水秋公。画面一转，九郎大婚，丈母娘乘战船穿酒店3尺官前来参加婚礼，把这吴越未来的皇帝羡慕嫉妒。大喜完毕，丈母娘还送了3艘驱逐舰，看得九郎一愣一愣的。可惜意犹未尽之时，便传来噩耗，大王轰了。临走之时，新英雄葛强放弃官位，愿意陪九郎一同回杭州。而杭州那边已经乱成了一团，七郎意气风发，却心思单纯，在与大司马第1次争锋就落了个全面溃败。好在九郎回来了，高兴的七郎连忙跑过去吐苦水，但是没想到九郎也是同样的话。但是不得不说，这七郎是真心带不动啊。但是老胡可是明白人，可惜六郎死得太早。可惜这时候的七郎还在喋喋不休，九郎只顾着喝酒，竟无言以对，只能说我想六哥了。朝堂的事是钱家谁当皇帝的事情，但是台州的天坑不填，天下都没了。可惜七郎看不懂，还一味的怂恿九郎去夺兵权。七郎愤愤而去，好巧不巧的就撞见了靠着左右逢源活到27级的何承训，而何承训也是受了七郎的救命之恩，这也为后续的悲剧留下了伏笔。九郎没有答应和胡司马打擂台，转头七郎就找上了水秋公，甚至直言要娶水秋公的女儿，强硬的把水秋公绑在了自己战船之上。可惜即使如此，水秋公依然不愿意与胡司马打擂台。但是七郎身边还有真小人，再加上七郎现在还只是试用期的皇帝，也就是刘后，并没有真正大权独揽，想动胡司马更是名不正言不顺。很显然，咱们天真无邪的刘后并没有做到，他不仅没有给胡司马好脸色，还在宫殿周围布满了伏兵，为了让胡司马露出马脚，找到发兵的理由，甚至不惜公然以身挑战权威。当然，杀牛和吃牛肉也只是在指桑骂槐。九郎看情形不对，直接尿遁走人。结果刚出门便听到刀剑碰撞的声音，而另一边七郎还在咄咄逼人，而大司马并没有露出一点马脚，急得七郎握紧了杯子。眼看胡司马依然没有动怒，七郎继续作死，并且当众羞辱：“水秋公，
妙遁归来的九郎借敬酒赶紧打断七郎和胡司马唇枪舌剑，并且趁机告诉了水丘宫七郎设伏兵。前日都假释在侧殿埋伏。九郎一场酒疯化解了一阵刀光血雨，七郎冷静了一会，酒杯拿起又放下。丞相似乎也看到七郎的神情，马上和稀泥。在众臣再次把酒言欢之时，水丘宫悄悄出门找到了何承训的伏兵，以三朝元老的身份呵斥伏兵离去。就这样，火药桶之中的宴会草草结束。甘冒奇险，水丘宫找七郎说理，少将无越国社稷，水丘宫诛入臣死。却不料水丘宫天下第一君子不是浪得虚名，不仅教育了七郎一番，还喊话七郎背后的小人究竟是何人？敢对刘后出此悖逆宵禁之言，臣请诛之。九郎回家与媳妇复盘，七郎与小人也在复盘，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处给出一个细节，七郎带着的扳指由白变黑，也暗示了七郎决定一条路走到黑。他命令何承训直接当面向胡司马下战书。另外一边，上期咱们提到九郎的新智囊葛强找上中顺都，九郎的核心班底听着就靠谱。另外一边，何承训也找上了胡司马，直接挑明何承训不敢公开出卖七郎，但又为了活命，又为了除掉前日才官打一级压他的水丘宫。这时候胡司马也上头了，无论何小人说的话是真是假，他都决定先下手为强。点兵完毕后，孩儿们，随老夫进宫。胡司马让何小人这个禁军老大打开宫门，一路便畅通无阻。连巡视的官兵看到胡司马亮剑之后，秉持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而这与九郎的兵形成鲜明对比，这满满的安全感。另一边，七郎被惊雷炸醒，老太监跌跌撞撞找到七郎，还没说完话，胡司马就已经杀到了七郎面前。七郎逼胡司马反，而胡司马反了，七郎反而不乐意了。你是要弑君篡位吗？当然，胡司马也不有意想反，真要是给七郎一刀杀了，便坐实了谋反的名声。他真正想要做的是让小心眼的又菜又爱玩的七郎让位。另一边的九郎也收到消息，九郎让胡司马单独见面谈判。胡司马刚坐下，九郎就不合时宜的开了句玩笑：“七哥还年轻啊。”小编这里都看乐了，但是老司马一番肺腑之言，字里行间无非就是说七郎要逼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但听见胡司马说七郎还活着，九郎立马转变态度，活的。另外一边，九郎的贤内助也在助攻，直到今晚要拼命的中顺都一真阳不够吃，立马管够。另一边，胡司马一句死人要给活人让路，冒犯了先皇六郎，九郎这小性子就拾起来了。请八戒，可谓是一物降一物。90岁的老司马不怕尸山血海，不怕造反，就怕这讲道理的敢刺杀吃人将军张彦泽的20岁九郎。老司马立马道歉，竟是提前上演了3辞3让的上任皇帝的流程。不得不说，这是有史以来上任最容易的皇帝了。人在家中做皇位从天上来，但此时九郎却十分清醒，他怕他答应了胡司马，又会有另外的清君侧的势力出现，暗中派出人手去元相宫、水丘宫。另一边，咱们的七郎可是吓坏了。六后，喝口水。老太监苦口婆心的又是一通说教，说其实本没有想要谋反的人。此时的七郎依旧是想不通，其实佛门有句话能解释七郎的困惑，道果为因。但是七郎偏偏听不懂，反而道德绑架老太监，让他出宫去找水丘宫救驾。前有何承训冤枉，后有七郎点名，水丘宫离下线又近了一步。不一会，老太监豁出去绑了胡司马的儿子。偏偏这60岁的将门之后是个软蛋，一番大惊小怪调虎离山，小太监从另外一边逃出了宫。当然拿下老太监之后，小胡也没有伤了老太监性命。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其实也是没有谋反之心的，和胡司马一样，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为了弄清楚老太监传出宫去的是什么东西，小胡直接对七郎动粗，哪料七郎为了活命，还是出卖了别人。是他自家以使于公勾践，无名不知情。听到这一幕，三朝老太监心都碎了。小编看到这里，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水丘宫人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啊！换一边，九郎出门，小人和程训立马变墙头草。可咱们九郎就不吃这一套，当众废了小何。很快，宫中的消息也传到了胡司马手中。早先胡司马就忌惮水丘宫，加上这晚是你死我活的局面，这不小人和程训又接到了单子。虽说和程训是个小人墙头草，但也是一员武将。而现在这把刀又对准了水丘宫，结果注定。皇宫那边，九郎要求与七郎单独见面，又是一通说教，咱们直接略过。但此时此刻，七郎也看清了现实。小编看到此处，只得感慨一句：时势造英雄。九郎上位后，先请七哥偏殿休息，然后命令朝中重臣连夜入宫。可惜三朝重臣天下第一君子马门都已经被屠杀。第二天朝堂之上，
胡司马还想蹬鼻子上脸，怎料咱们的九郎不是七郎那样有勇无谋。九郎轻松回怼胡司马与小胡之后，新官上任3把火：第一，写信给中原汴梁后汉知晓他九郎当吴越王了；第二，直接夺胡司马兵权。在所有人捏一把汗的时候，九郎大喘气：拜丞相，知政事。虽说官职升了，而丞相却是文职，一方面解除了胡司马兵变之危，又给足了他的面子；第三，则是给水丘公升官。在众人错愕当中，接下来请诸位欣赏高光时刻。九郎虽然悲愤，然而却没有被仇恨蒙蔽双眼。小人和程迅死不足惜，但是此时与老胡闹掰，则又是一场光景大。老胡虽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然此时的场景，此刻的吴越新主，令他生不起半点谋反之心。老臣胡天嗣，愿为大王效死。九郎吐血大怒，昏迷之前严禁周边之人把消息透露出去。但是关心则乱的皇太后偏要传太医，关键时刻九郎的贤内助出现，不能传宫医。如此贤内助陪着九郎在梦中渡心劫。另一边的老胡府中却是冷清的很。几天过后，九郎重拾就心情上朝，而老胡却病倒了。九郎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直接上门看病。这可把小胡看得心惊胆战。老丞相自是相信九郎不会做那糊涂事，而九郎不负所托，给老胡对症下药。这时候老胡也终于真正看清了九郎的真心和底线了。真心贵服。水丘公的话从九郎嘴里说出来了，恕你的罪。水丘公泉下有知，看到这一幕也该欣慰，九郎终究是成熟了。而远在中原的后汉同样在进行如火如荼的权力更迭。二皇子刘承又看见赵匡胤进了大皇子刘承训的家中，似有所想。大皇子不仅勇武，头脑也非常灵活，知道赵匡胤的父亲统领亲兵已久，借此拉拢赵匡胤。晚上回到家，赵匡胤的父亲开始给赵匡胤上课，分析大皇子的动机，可惜队还没得急战。第二天便传来了大皇子的死讯，白发人送黑发人。重要的是送走了最器重的黑发人，皇帝心都碎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二皇子的舅舅一点没有悲伤神情，反而竭力教授着二皇子帝王之术。各位记住这个小人舅，后续后汉的灭亡跟他有直接关系。二皇子学到精髓，立马戏精上身，不仅哭着被下人拉到大皇子府上，还直接晕了过去。二皇子的悲伤是假的，皇帝却是实打实的悲痛。没过几天，就像老了几十岁。诸位臣子劝皇帝立皇储，但是没想到皇帝想把自己的弟弟调回来。话音刚出，群臣脸色突变。很显然，大皇子的死可不是为了让别人继位。紧接着，众臣和二皇子的表现让皇帝心凉。皇帝其实心里很清楚，二皇子有几把刷子，他根本把握不了这种混乱的天下，怕的就是有小人进谗言，另有所图。另一边，一番密谋被隔墙之耳的赵匡胤听了个完整。赵匡胤马上回家抱怨老爸：“阿爹，你究竟是何时冲撞了周王？”赵匡胤没想到竟是自己的锅，但赵爸当即表示要自己站出来抵。殊不知这番退出兵权中心，却是让父子俩躲过了兵变的杀身之祸。画面一转，后汉皇帝刘知远已经驾崩。可怜的冯令公送走了自己第7任老东家，年仅18岁的二皇子刘承又被权臣推举上位，可惜皇位都没坐热乎，立马有人造反了。经过权衡利弊之后，众臣推举郭荣老爹郭威率军出征。郭家军刚刚抵达河中府，还未准备妥当，皇帝就派来小人就催促郭威开战。郭威只好肋骨巨将。当然郭威也不是任人拿捏得住，一番含沙射影表达了自己的底线。可惜自古昏君就爱听小人之言，放任这个小人就回去，则是埋下了一颗雷。即使有明眼人看得清，却叫不醒被帝王术洗脑的小皇帝。有人说小皇帝和七郎很像，其实不然。七郎虽然又菜又爱玩，但本质上也是胸有地宫之人，尤其不会演戏。而小皇帝则早被小人就带坏了，尤其会演戏。侄儿知错了。另一边，郭威靠着打呆仗修攻势慢慢推进战线，一场小胜斩敌数百。赵匡胤有点心急的时候，赵父给他现场传授带兵之道。平乱之后，父子两个又开始复盘。下乘的兵法是教人如何杀人的，然最上乘的兵法是教人如何活人的。同样的，平乱之后，小皇帝也跟那个小人就复盘。小皇帝本想按照战前承诺的给郭威加官进爵，可小人就有自己的算盘。这一记损招立马引起郭威的不满。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上一期七郎猜忌手握兵权的老胡导致自己被逼下皇位，这期的小皇帝也是这般猜忌老将，后果可想而知。当然朝堂之上也不乏水丘公一样的明眼人存在，而隐隐暗示他的下场与水丘公不遑多让。退朝之后，小人就又开始进谗言，陛下若是不能当机立断，只怕……另一边的郭嘉当然也知道皇帝的猜忌之心，本着惹不起还躲得起的原则，想要带兵戍守一边，离得朝堂远远的。可惜杨丞相对小皇帝还抱有幻想，想当一把诸葛亮。可惜小皇帝不是刘禅，而这个后汉却是那个后汉。第二天，杨丞相与众大臣对好话术，计划对小皇帝忠言逆耳。可惜还没见到皇帝，就被小人就给包围了。即行诛之！与七郎比起来，这位小皇帝倒是敢猜忌，也敢真出杀。事后奸臣还给杨丞相罗列了诸多罪名。冯令公看惯了这勾心斗角，一言不发，而小皇帝又是一番影帝级表演，不得已。就在这个时候，又有臣子谏言想让郭威出任枢密使。本来小皇帝就对郭威猜忌，这番推荐不正是点名想让小皇帝赶紧除掉郭威吗？而郭威却不是没有兵权的杨丞相，小皇帝当然不会听母亲的话，小人就也继续进谗言。郭荣回府了。赵匡胤听到风声，赶紧到郭荣府上通风报信。郭荣问赵匡胤出什么事了，赵匡胤反问：出什么事我还想问你呢？郭荣一脸懵。他们郭家也就是替小皇帝平了河中府的叛乱，平乱之后还未回到京城，还未见到皇帝，竟然就成了反贼，难道打了胜仗就是叛国吗？郭荣无语，主母开口了：只有不忍言之事，让他替我们报仇。郭荣跪别母亲，深情地看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殊不知一别却是永远。就如母亲所言，如果郭荣自己一人走尚有机会，若带任何其他人走，不仅难以脱身，反而坐实了反叛之心。接下来的出城就可证明这一点。郭荣出城之后，快马加鞭赶往军队驻地，就连腿被磨破也不敢有丝毫停歇。终于在朝廷宣读调令之前赶回郭威那里。从之前的掌兵就可以看出，郭威是一个能打敢打的帅才。听完郭荣的讲述之后，立马决定起兵清君侧。另一边，小皇帝急得都哭了。当然，也许是演戏给群臣看的。谁知道呢？冯令公提出的对策也很简单，陛下当去问郭威。一番来回问话，虽然无聊至极，却是观众都懂的真相。小皇帝打发走传信之人后，又开始听信小人就之言。这小皇帝走的每一步都精准地踩在了雷区，但凡只有一个建议没听小人就的话，下场都不会太惨。而现在小皇帝又问如何断了群臣的退路，这一番抽象的举动哪是在断群臣的退路，分明是断自己的后路。冯令公是个明白人，郭威要进城了。在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战斗很快就结束。小皇帝被无名小兵给砍了，小人就这时候想起了求饶。殊不知观众老爷们都知道，造成这种悲剧的，造成五代十国动荡的根本原因，就是有这种弄权跋扈的乱国小人，杀之不足以平民愤。战乱的事实不能推倒重来，死去的人也活不过来。同样的故事和起因，七郎猜忌权臣，小皇帝猜忌权臣。和承训是小人，小皇帝的舅舅也是小人。忠臣重臣水丘公死了，满门；忠臣重臣杨丞相死了，郭威郭荣满门死了。但是结果却是九郎继位，吴越政权，损失可以接受。但是这里中原汴梁的后汉怕是要亡国，真是替冯令公惋惜。又送走了一朝天子，冯令公都麻木了。就连郭威下属让冯令公带头让群臣投降，冯令公也只是说你把名单写好，我照做。另一边，郭威进宫面见太后，字面上的意思是想立刘知远的小儿子当皇帝，然而太后心里也是对这皇位伤透了心。郭威手下的众多武将眼见外地的军阀要过来当皇帝，他们自然是不愿意，他们抛头颅洒热血都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如果刘崇的儿子刘赟当了皇帝，肯定要重用太原或者徐州的班底，那么他们这帮人被猜忌夺权事小，被谋害也不无可能。可反之，如果郭威当了皇帝，他们也算是有了从龙之功。所以历史又总是惊人的相似。后晋倒台众将把刘知远刘大哥推出来当皇帝，现在众将又想把他们的郭大哥推出来当皇帝，可皇帝哪是那么好当的？第二天众将士又想劝郭大哥当皇帝，郭威正好来了个将计就计，
以军令把所有将士都困在了军中，然后请太后令班师到外地。此时石重贵的语录含金量更高了。谁手里面拿着刀，谁就能做天子；谁身上披着甲胄，谁就能为天子。你披着甲胄，你也能做天子。晚上，王秀峰找到郭威，郭威自然知道他的意思，碍于感情与他坐在一起，却也开始打感情牌。可惜已经迟了，郭荣被罢，众将士也聚到了中军大帐。至此，诸位与赵匡胤一起看黄袍加身 2.0 版本。咱们不知道郭威是真想当皇帝，还是迫不得已，但却是给冯令公找了大麻烦。那边还在迎刘崇的儿子刘赟回来当皇帝呢，这边已经把皇帝的坑位占了。冯令公那边刘赟直接给跪了。一个边缘人躲过了郭威三哥的劫杀，却没躲过郭威突然当了皇帝。一旦被猜忌，那必死无疑。幸好冯令公早已想好了对策，让他既不要回徐州掌兵，也不要投奔太原的亲爸，更不要打听汴梁的皇位更迭，只管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读书即可。这一招可是冯令公伺候了7任皇帝的活命心得。画面来到汴梁，郭威已经上任皇帝，坐上了那烫手的皇位。下朝之后，冯令公职业经理人开始工作，那就依令公所言，过好大周。大陵新皇刚刚继位，新一轮权谋便已经开始。郭威为了让唯一的儿子郭荣顺利当太子，有意疏远当年跟他一起打江山的将领，而这些当年的三哥二弟却认为一个养子不能继。第二天，冯令公走流程奏请郭威立太子，果然王秀峰跳出来反对。自此，冯令公就知道目前的情况已经不是讲道理的事情了，是谁的兵更多，谁的拳头硬。于是冯令公知趣不言，但是郭威可是正经领兵打仗之人。郭荣就是我儿子，怪不得朱元璋上位之后杀掉了一帮帮他打天下的兄弟。为了天下，为了政权稳固，谈感情便不能当一个合格的皇帝，谈感情便不能当寡人。晚上，郭威作为父亲想问问郭荣的想法，无论是统兵还是学习政务，都会引起军中老将猜忌。最后，郭荣去了灾区治理河水，郭威只得孤家寡人治理这偌大的天下。刘赟没当成皇帝，却按照冯令公的指示安心读书。没有老大的徐州不久就发生叛乱，郭威派军攻破徐州。次年，郭威又御驾亲征攻破兖州。此时冯令公胡子都白了，却也终于看到了太平年的曙光。此时的郭威南征北战，统一了北方诸多重城，还去了孔庙参拜，奠定了儒学教化人心的治国理念。回家之后，郭威与冯道促膝长谈，冯令公激动万分，但知行好事，莫道问前程。而另一边的郭荣修黄河河道，治理水患，取得巨大成果，功在社稷，福泽万代子孙。朝堂之上，冯令公再次奏请郭威召回郭荣。回顾第28到30集，吴越皇权稳固。回顾第31到33集，郭威黄袍加身，建立后周。至此，两国内乱基本结束。而这期宏大叙事将再次展开，后周、契丹、北汉、南唐、吴越，国战即将打响。正片开始，由冯令公奏请皇帝郭威调回养子郭荣之时，郭威的老部下王俊立马跳出来阻拦。他妄言治理黄河是小事一桩，用不着奖赏，更用不着将郭荣升迁调回京都。此时李谷仗义直言，却不料李谷反而成了王俊的眼中钉。这时候皇帝郭威只好站出来打圆场。散朝之后，郭威再次跟王俊谈心，一番苦口婆心，一番掏心掏肺。气氛到了这时候，王俊依然还在钻牛角尖，一根筋的认为郭荣不是郭威亲生的便不能继位，是郭威这个年龄还有机会再生一个，还是说这王俊想在郭威死后也来个黄袍加身？其实看到这里，星剧社认为谁都没有错，只能说这就是武将的弊端，不是所有武将都像将来的赵匡胤一样有大局观和远见。王俊走后，赵匡胤进来关心老板，老板痛定思痛之后，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郭荣回来之后，郭威就让郭荣拜了冯令公为师，摆明了就是让郭荣学习治国理政。眼见郭荣当太子势不可挡，王俊又打起了歪主意。咱不折腾行吗？一句咱不折腾行吗？郭威的心已经完全凉透了。最后一次审视兄弟情与天下事，王相公之事只是第一关而已。有了冯令公的理论支持，郭威最终还是下令罢了王俊所有的官职，同样也是为郭荣扫清了继任的道路。
晚上，郭威、郭荣父子俩谈心。郭威是有勇有谋带兵的帅才，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称职的皇帝，但不能算是有宏图大愿的创业者。他被黄袍加身非自己所愿，肃清朝野也是被别人逼着往前走，而郭荣却是实实在在有大才。只要一代代人做下去，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第二天，郭荣被封为开封府尹，尹官职正是储君与太子的标配。同时，赵匡胤也应升了官。刚刚上任的郭荣在开封府开会，不得不说，郭荣一上任就抓住了事情的关键。南梁北运不仅能解决民生问题，使臣南巡探听得来的南唐与吴越的虚实，还能让郭荣日后决策之时有据可考。散会之后，赵匡胤找到郭荣，这里郭荣将自己的所有想法告诉了赵匡胤，自然是除了通商之外，还有问一下南唐、吴越的国主有没有归顺的意思。当然，郭荣是个明白人，自然是知道事情急不得。画面转到吴越那边，裁军。一听到裁军，老胡吃了3惊。紧接着，沈胡子继续说着该如何裁军，要裁军多少？你也是要毁了吴越国吗？如果还是七郎当大王，此番可要是点燃七郎这个火药桶了。可惜九郎不是七郎，这下好了，不仅失去了海量的来财之道，还失去了自己辛辛苦苦经营的兵将班底。回去路上，60岁的老儿子还不忘挖苦90岁的父亲，这就是当众打父亲的脸呐！这种裁军大事一旦治理不好，免不了又是一次兵乱。九郎这时候找来了大郎，大郎可不简单，早些就在军中很有声望。六郎继位之后，为了政权稳固，夺了大郎的兵权，而九郎如今的左膀右臂神胡子，也曾是大郎的旧相识，如此兄友弟恭，真是让人看得羡慕。画面一转，后周的使臣团队抵达南唐，想不到的是，南唐竟设了规格极高的接风宴，一副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景象。一番推杯换盏之后，南唐著名词人南唐后主李煜登场，里里外外说的是：你看我南唐多富饶多厉害，你看你们曾经给契丹人当牛做马。这时候使臣还想辩驳：我等北人不胜酒力，为时已晚，自请告退。很显然，使臣李谷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时候赵匡胤当了显眼包，他要把接风宴吃剩下的美食打包，当然还不忘好言相劝。李煜自然不知道中原的竞争压力和血腥战乱，可这位南唐的外交大臣却是实打实的亲历者。赵匡胤这个显眼包难得美食吃到撑，第二天便把剩下的美食分给了穷苦的老百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怪不得李谷会说南唐没有什么可看的了。而吴越那边情况却完全相反，使臣团队刚到吴越边境，便看到熙熙攘攘的集市。第二天，使臣宣读天子诏书，有了中原皇帝的官宣，九郎才算是名副其实的吴越王。朝堂事毕之后，朝廷的使臣团队与吴越外交大臣谈判，赵匡胤与九郎叙旧，顺便开诚布公地了解了虚实。吴越虽然粮米充沛，但却不在国库而在民间，很快就定了民间通商之计，并且开通了海上航路。明面上的事情做完之后，聪明的九郎打破砂锅问到底，赵匡胤也如实的告诉了郭荣真正想问的话：若真让你那图，你干嘛？中原的皇帝都是短命鬼，怪不得郭威当初就不愿意当这个皇帝，人死灯灭。不日郭威顺利当上皇帝，可怜的是瓦片为官，麻纸为医，朝廷没钱，麻省专挑细处断，温润专找苦命人。趁着新皇继位，北边太原的北汉皇帝刘崇，也就是后汉刘知远的兄弟，差点当了皇帝的刘赟的亲生父亲，联合契丹对郭荣的后周政权发兵攻打。这时候问题来了，战乱将起，吴越也开始调兵遣将，好像是命运的联动。后周的郭荣和吴越的九郎心有灵犀，再续了旧日情谊。孤要亲征江北。本次大战，吴越王与后周皇帝均要御驾亲征，足以证明这次大战有多重要。胜负成败或可奠定5代10国的地域格局。但是已经送走6任皇帝的冯令公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为了拼出一个太平年，郭荣、九郎双双御驾亲征。冯令公凌晨2点还在辛苦工作，巩固后方。如此倾力合作，太平年已然不远。希望冯令公能够闭着眼睛驾鹤西去。第二天，郭荣已经带兵出征，冯令公却不忍前来相送。浩浩荡荡的大军刚刚抵达北方的高平，冯令公那边便传来了急报：
南唐大将刘仁善率10万大军出寿州，攻略淮北，兵锋直指宋州。如若宋州失守，我赵家父子以死谢罪。好，就凭你这句话，若此番宋州不失，朕便将此地赐予你父子。谢陛下隆恩。估计略微懂点历史的各位都恍然大悟了，宋州肯定是守住了。自此，赵家父子兵羽权发生了质的变化。北宋大一统的太平年快要到来，画面来到后周的南边战场。全军休整3日，3日后与他决战。南唐兵力是赵弘殷的兵力的10倍。刘仁瞻没有急忙进攻，而是拉开阵仗，想要与赵弘殷正面对决。虽说这样一来万无一失，但是也浪费了很多宝贵时间。就连赵匡胤的岳父都说这下完了。可是赵弘殷不这么想，没有20日。果然当天夜里，九郎带着吴越的海军陆战队偷袭了南唐的润州，开始围魏救赵的战略。一发发飞弹像长了眼睛一样炸在南唐军营当中，南唐军队损失惨重。而远在宋州的南唐军主力正在作战前动员。正当下令开战的时候，南唐的外交大臣拿着符节赶来。自古以来阳谋无解，刘仁善退兵之后，所有人都大松一口气。但是后周汴梁城中，冯令公更加憔悴了。听到宋州之危已经解决，冯令公想看一下前线的战报，却连抬手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在一番担忧之中，冯令公远远地给前线的皇帝做了最后一次插手礼，忧心着，祈祷着，同时也拼着最后一口气做最坏的打算。果然，冯令公最后的担忧成了真。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后周的军队已然大乱阵脚。何悔和范延能2个傻才，假传官家口谕，带着左军和后军往回跑了。2万大军跑了一半，1打3的仗变成了1打6，放在谁心里，这也是不可能打赢的战争。忠心的将士谏言说要舍生取义，好让郭荣带着大军慢慢后撤。可是郭荣作为5代10国第一雄主，怎么会就此狼狈班师回朝？是啊，当初张彦泽与契丹合兵，带领大万主力大军把汴梁城围得水泄不通，而当初城内算上流亡的难民也不过2万兵士，在那样的情况下也坚守了10日，打出了自己的尊严和气势。不需多言，大战即起。这一战后，周大军打出了气势，赵匡胤也打出了宣传海报上的威风。小胜之后，2名逃将也被抓回。在这等士气大盛的时候，肯定是要直接斩了以杀鸡儆猴。而北汉刘崇兵败之后，契丹也望风而逃。这时候收回冯令公没有相送郭荣出征的伏笔，他不愿放朕出来亲征，便是怕朕死于军前，他不得不再立一个天子。很快，前线的捷报传回了汴梁城。这时候的冯令公已经重病在床，却是硬是吊着一口气听完了前线的战报。这时候，冯令公紧握的双手缓缓展开，放心地闭上了双眼，最后不舍得离开了这动乱的人间。就连最后的遗书也是工作汇报，而这份人口普查表成了后续军改的重要凭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对冯令公最后的写照。又灭了一盏明灯。冯令公走好，愿你下一世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太平年，喝上一碗太平年的热酒。虽说史书记载褒贬不一，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兴聚社认为，冯令公虽奉4朝实地，但他忠于百姓社稷、忠于太平的初心始终未变，称得上国士无双。送丧完毕之后，郭荣开始殿前点检整军。这时候的赵匡胤也进一步加官进爵。退朝之后，赵匡胤找到郭荣，声称自己能力还不够，不足以担此大任。但是在此用人之际，郭荣怎会放过自己的兄弟？于是郭荣马上转移话题。5代10国的动乱还未结束，人口就锐减80%，但是兵源因为战乱的原因又居高不下，国库难支。此时冯令公的作用还在发挥。第二天，朝堂之上便开始了裁军的讨论，这一点还得是吴越九郎早走一步。而当下，后周裁军的重担交到了赵匡胤手中。晚上，赵匡胤回到家门口，就发现送礼的排到了2条街外。而这时的赵弘殷眼光毒辣，门外等的那些人，不是来贺你的，而是来害你的。次日，赵匡胤召开自己的班底会议，这便是有名的义社10兄弟，
陈桥兵变的演员们。这下好了，大裁员时期，后周皇帝郭荣把赵匡胤的亲信全部升了官，这帮班底日后都成了北宋的开国大将。裁军再加上缩减军费，一帮丘巴们目光短浅，目中无人，把武力兵力为尊刻进了骨子里，把以下刻上，黄袍加身过成了日常。五代十国的动乱也正是因为这般原因。而本剧的天眼通赵弘殷料事如神，立着一柄大刀等着赵府门口等着一帮老手下。眼见这帮丘巴们吃了秤砣铁了心，赵弘殷也是顺势与他们断绝了当日情谊。郭荣似乎早已料到会有今日，他当然也非常相信自己兄弟赵匡胤的能力。果不其然，第二天赵匡胤带着血来汇报工作，整顿兵力，整顿军纪之后，郭荣开始谋划收复南唐的计划。吴越九郎那边也收到了郭荣的命令。早些年，郭荣还在开封府时遣使团南下，那个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南唐外强中干，唯一有点脑子和战力便只有大将刘仁善。而此时刘仁善被手下的叛将拿来当见面礼，自此南唐的陆军已经没有了指望，但战事依然焦灼。这时候南唐赶紧派遣使臣去往吴越，可惜吴越王九郎跑去了和朋友聚会。可惜九郎长了胡子，却是成熟了许多，字字得体，却都是官腔。郭荣直接开门见山走流程。大才子南唐后主李煜不在家中作诗，却当两国使臣，一番洋洋洒洒换来郭荣的犀利点评：你的书读偏了。九郎希望以和为贵，化干戈为玉帛。郭荣也只好借坡下驴。南唐使臣拜谢回去复命，这时却把一旁的赵匡胤急得不行。后周大军南下3次，郭荣御驾亲征2次，如此劳民伤财，换来的这次距离灭南唐只有一步之遥。而九郎竟然说不打了。画面转到南唐朝堂，总计6年所积欠的供书，要朝廷依次缴清。什么？幸好南唐认怂了。此时后周郭荣也摊牌了，三兄弟坐在一起谈心。赵匡胤又听了一节免费的大师课，3年之内得让老百姓得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此一战，后周郭荣打赢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中原的百姓争取了3年太平。这一点听得九郎心悦诚服。在陌上花开之时，我与元朗在汴梁城外等你。臣前鸿处奉诏，望天下烽火平息，望世人安居乐业，陌上花开，缓缓归矣。三兄弟举杯共饮。吴越九郎也立下将来纳土归顺的誓言。可惜那时候后周不在了，他的小乙哥也不在了。忆往昔，三人在汴梁城举杯共饮，那时候还是意气风发，而这时每个人肩膀上都担了重任。我们能看到的是，太平年间的一碗酒不远了。一转眼又是多年以后，吴越海上商贸越来越繁荣。不得不说，浙江沿海一带的经商头脑是从老祖宗传下来的。历史的车轮当然一刻也未停歇。97岁的胡令公也终于扛不住了。可能九郎心里想过，你杀了我的水丘公，还想让我跟你说好话，可是胡令公却说了些肺腑之言。说到这里，怪不得当日七郎那番话让胡令公很生气。为了陪着七郎老爹打江山，胡令公是实打实地弃文从武，牺牲自己成就钱家，变成了现在被老七嘲讽的老丘巴。回到正题，胡令公对九郎说，吴越和平来之不易，中原的后周已成虎狼之师，并且有江山已统的迹象，希望九郎守好吴越的基业，万不可轻信兄弟之情。不知九郎是否立下誓言，但不久胡令公家里的蜡烛也被风吹灭。画面到了后周，郭荣整军备战，这一次的敌人不是西蜀南唐，而是与中原世仇的契丹，强行纳走燕云16州的契丹。诸位大臣很诧异，今年现在出兵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再等几年平定北方必然稳当。可惜群臣等得起，郭荣却等不起了。此次出征势在必行，赵匡胤也已人到中年，想安安稳稳的，可惜擦刀也预示着他知道大战不可避免。郭荣对外声称要北巡，沿途在州县几千地抽调护从与护卫。文武百官看懂之后才发现这不是北巡，而是北伐。若是短居爽文，郭荣这瞒天过海一般的调兵遣将，甚至骗过自己人的谋划与闪电出击，
契丹断然来不及部署和防御，而燕云16州也定然能够轻松夺回。可惜这是历史证据，郭荣的身体状况是一天不如一天，大军也遇到了阻碍。众将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郭荣叫赵匡胤出去散心。不知此地可有名号？并龙台。老农字字珠玑，一个并龙台更是与落凤坡一般画龙点睛。郭荣深知自己身体状况，虽然只差临门一脚，却只能无奈班师回朝。郭荣走到阳光处停下了，只差一步。画面一转，郭荣已在病榻之上。懂点历史的朋友会发现，此时已经触发关键词陈强。郭荣儿子还很小，朝廷重臣一番部署虽是忠心，但小儿子如果继位，非常有可能又是权臣叛乱的开始。所以郭荣考察了2个手握大权的将军，以赵匡胤的战略部署，即使每战结局顺利走下来，也得几百年。事实证明，宋朝300年结束也没收回燕云16州，直到明朝朱元璋时期才将燕云16州收复。郭荣不是昏君，更不自大，他知道赵匡胤说的是实话，只是空余出师未捷身先死，未享太平年的一碗酒的遗憾。次日皇城之中，郭荣宣布前日2员大将的考试结果，张太尉被淘汰了。当然此举是给赵匡胤清除道路，也是为了避免武力流血争权夺位。不得不说，现在情况和三国时期刘备托孤很像，如果诸葛亮夺权，或许又是另外一番结局。画面一转后，郭荣躺在病榻之上，与自己争吵不休的二婚妻子告别。可真到生离死别之时，陪自己走最后一程又会是谁？珍惜眼前人。恭送5代十国第一明君后周天子周世宗。自此太平年36到38即完。上期周世宗郭荣驾崩，他临死之前给了赵匡胤一个盒子，盒子里面装的竟然是龙袍。虽说他已经亲眼见证过2次，对这种黄袍加身、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流程熟记于心，但是他依旧免不了害怕，因为之前被黄袍加身的人均已不在人世。画面一转，皇宫之中举行葬礼，皇后带着小儿子郭宗训跪在灵前，素稿垂地，烛火摇曳如命途未卜。皇帝遗诏宣读完毕之后，你一份遗诏吧。哪料小皇子还未被正式继位大统，边关3城传来辽国、北汉联军犯边军情。赵匡胤眼睛一睁一闭之间便已经知道军情有问题，但他并没有立即拆穿。晚上他看着盒子中那件明黄龙袍，这是他的小乙哥亲手交给他的。此时赵匡胤喝着酒，想着往事，一梦惊醒。赵匡胤以为他的小乙哥来看他了，结果进来了一众将领。这些将领早在1刻钟之前对好颗粒度，天命既定，自当通晓全军。容不得赵匡胤反应，为头的将领直接把桌子上的龙袍披在了赵匡胤身上，随后便开始了3请3让的流程，亲历2次黄袍加身。赵匡胤自然知道其中的道道，没有多说废话，直接点名他做皇帝，就是要终结类似这种荒唐的戏码，也暗示了将来杯酒释兵权的伏笔。最后他与郭威一样，与众将约法3章，自此黄袍加身 3.0 版本仪式成了。5代十国第一明君郭荣给赵匡胤打理好了一切，治理好了黄河，设计稳固，基本打服了南唐、西蜀和北汉契丹，封给赵氏父子宋州，送给赵匡胤黄色龙袍。最后赵匡胤顺利登上皇位，成为大宋皇帝。吴越那边也很快收到了消息，九郎没有说话，但是他知道这个世道确实让所有人都变了。沈胡子与众人的想法不一样，为这位信任的中原天子说话。赵匡胤当是英雄，但是九郎却打了个马虎眼，只是说了要避讳，但是没有上表称臣。很显然九郎在生气。晚上九郎小两口坐在房梁上说心里话，须得我家九郎认他才是大。北宋这边，赵匡胤似乎知道九郎在生气，不仅没有怪罪吴越迟迟不纳贡，反而亲笔书信做国书给吴越。只可恨当时没有电话，兄弟两人的矛盾竟然要千里迢迢送国书解决。傲娇的小九郎并没有原谅他的赵匡胤哥，就你们俩替姑写吧。晚上聪明的贤内助并没有与九郎多说话，只是把小乙哥的书信放在桌子上。九郎立马想通了，于是第二天赵匡胤哥开心的发兵讨伐李仲基，可能立位是次要的，与九郎在江上小船内约会是主要的。可惜吴越那边，九郎愿意出兵牵制，却不愿意与赵匡胤哥江上约会，这可把赵匡胤哥气坏了。九郎不能打不能骂，
正好有人跳出来顶了。如今最远的线在哪里？南征李仲进的战事很快便结束，九郎那边依然没有任何动静。于是赵匡胤直接发兵西蜀。赵弘毅的老部下王全斌竟然杀了3万将兵，如此短视贪图军功的行为，直接让赵匡胤脸都绿了。统一西蜀定国安邦的伟业硬生生被推迟了30-50年，但碍于父亲的面子，赵匡胤只是夺了王全斌的兵权。几天过后，科举考试完毕，大臣对赵匡胤说录用了进士18个，赵匡胤当即引经据典，与大臣说18个不够用，并且300多人才录用18个，这个竞争压力比考公务员还难，绝对不行。就当大臣还在钻牛角尖的时候，总比拎刀子的强些。第二天，赵匡胤便带着人来到酒馆扩招，遍寻人才。很显然，这边是皇帝微服出访的老套路了。一般语出惊人的人必是大才。赵匡胤马上让手下请那位落榜的考生吃饭，一番察言观色。赵匡胤心里对这位老秀才竖起大拇指。但是搞笑的一幕来了，这老秀才的老东家竟然是赵匡胤的手下败将。可是下一秒，赵匡胤得意的笑容便冻僵在了脸上。这天底之下最不缺的便是丘八天子。赵匡胤听完站起身，拉起老秀才便走。慌慌张张的老秀才却不知自己已经被 boss 直聘了。就这样，赵匡胤大步流星地走进皇宫，沿途将士均跪拜。赵匡胤松开老秀才的手时，便主意已定。老秀才眼中含泪，荒唐度过40余年，老主兵败难逃，自己多次科举落榜，而如今终有伯乐识的千里马。果然老秀才有大才，认清眼前形势之后，没有大喜大悲惊慌失措，没有小儿作态怯弱不敢任职，只是自信满满的谢文担当大任。画面来到南唐那边，此时后主李煜已经上任，外交大臣侃侃而谈，幸灾乐祸，话里话外都是说北宋在西蜀吃了大亏。如此盲目乐观坐井观天还不够，大臣竟还提出要减少立贡士税，想探探北宋的虚实。画面到了北宋朝堂之上，让南唐使臣意外的是，赵匡胤不仅没有苛责南唐，反而把南唐的立功返了回去。南唐北宋立功的事情马上传到了吴越。很显然，九郎对赵匡胤哥的认知还停留在昔日的汴梁城，而南唐那边，李煜没有听赵匡胤的建议，不仅不免梁赈灾，反而在长江招募水军。第二天，南唐的人找到了秦淮社的东家李元清，商量筹备水军与战船的事情。巧的是，北宋那边也想到了水军与战船，并且两边都盯上了同一家船厂吴越。不同的是，赵匡胤宁愿把钱以工代赈给了灾民，却不愿意花在买战船上。另一边的李元清却亲自找到了吴越九郎，九郎没有急于答复李元清，而是紧急召开了内部会议，所有人意见都不相同。敢问那位使君出了什么样的价钱？很显然，七郎过世后留下的亲儿子，如今九郎的养子阿平则更加精明。九郎在内部会议之后留下阿平，话里话外就是想培养阿平，让这儿子去历练一番。想当年九郎正是这般坑了李元清一把，想不到九郎还有一招更狠的，直接要粮食。打开关卡，放灾民南下就是。不得不说，这位大臣怕不是吴越的间谍，这等亡国之计都能想得出来。然而更加戏剧性的一幕是，李煜竟然答应了。第二天，吴越君臣连忙在各地设置赈灾点，接纳了来自南唐的梁和人。此消彼长之下，吴越国力更加充裕，而南唐更加风雨飘摇。画面来到北宋，赵匡胤哥不想与小人置气，他心中所想的乃是其他，千多日治河与民生都是要紧事。然而此时刚刚特招入仕的老秀才说话了：“可以有。”群臣都慌了，都在意图阻止老秀才继续说下去，而赵匡胤却听上了头，让老秀才继续说下去。而这一番朝堂争论的结果将会青史留名，懂点历史应该都已经猜出来了，杯酒释兵权不远了。赵匡胤一句回复也没有，便拂袖而去。说实话，这种话他的小乙哥其实也说过，只是话说的容易，做起来却极其艰难，甚至不知该如何去做。退朝之后，赵匡胤和赵光义商量，直接给老秀才升官，俨然成了一把快刀。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自此，太平年第39到40集完。上一期吴越和南唐进行了战船贸易，赵匡胤却没有因此动怒，而是把精力放在了北宋的改革上面。这次改革的钢刀，便是与豪门大家没有任何关系的平民出生的司马溥。萧藩是司马溥提出来的，可是当赵二郎提出，
他和赵匡胤商量出来的削藩3步策略之后，司马普的脸色明显不对。司马普的削藩是为了天下百姓，是为了日后避免兵乱，而赵家两兄弟的削藩之计却变成了清除异己的政策。尤其是陈桥兵变的班底是一个没动，但是司马普的义正言辞可是把赵匡胤骂蒙圈了。司马普，你不要太放肆！这次赵匡胤忍无可忍，直接骂了。而这次是司马普反过来拉住了赵匡胤的手，既要报效知遇之恩，哪能不死谏？魏征传有言，这一连番的反问轰炸，直接带出5代十国乱象频出的根本原因。赵匡胤与赵二郎均哑口无言。虽说事实确实这样，但是普通人想做到大舍大得何其艰难。可能此时当了几年皇帝的赵匡胤已经忘记了当时说的话，而这时候的司马普依然在钢丝上跳舞。要知道，如果赵匡胤不能重拾初心，那么第一个死的便是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司马普，仅用唇枪舌剑，便将从千万军中喋血厮杀当上皇帝的赵匡胤逼至无路可退的崩溃边缘。没一转，那个杀死悉数3万将兵的王全斌被押赴汴京，死罪当以折刑。正当所有人都以为王全斌满门要凉透的时候，司马普举手发言：陛下。这时候的赵匡胤并不想听这个事实跟他唱反调的司马普开口，可惜也来不及阻止。今日有罪者，非王某一人也。司马普没走科举正途，2不会攀权富贵，3又非世家子弟。众臣直接谏言要杀掉这个口出狂言的司马普。可这时候赵匡胤展现出来了他的气度，以杀止杀，不是法度，是血债。在那样一个把人命当草芥的年代，要不杀才是最难的事情。前有吃人将军张彦泽杀子整肃军纪，后有吴越水丘公一家被胡令公弹指间全灭，最近的郭威全家老幼168口人被皇帝猜忌致死。几乎解决问题的方法似乎只有杀人这一种方法。司马普说的没错，如果杀人成了习惯，那这样的乱世还要存在多久？司马普说完之后，见赵匡胤并没有附和，最后司马普跪地辞官，甚至是厚脸皮的主动要赵匡胤的态度。但是幻想依然破灭。司马普走出营帐，看着即将被砍头的将士，他将象征着身份的鱼袋扔给了小兵，同时也是把这份知遇之恩还给了赵匡胤。很快司马普的死讯就传到了中军大帐，赵匡胤猛地起身出门而去，众大臣尾随其后。营帐外，风卷残旗猎猎作响，血未干的肩幕旁躺着一具尚温的躯体。赵匡胤看着这位以骨血为墨的布衣谏臣，缓缓蹲下身，闻死谏无死斗，都有一番向死而生的勇气。就这样，司马普以一人之死换万人生，也从此刻开始，风气变了，迈出了乱世不杀的第一步。画面一转，赵匡胤设宴招待手下的众将领。第一杯酒，赵匡胤怀念往昔与诸将同袍喋血沙场的意气风发。第2杯酒开始前，赵匡胤拿出了一个盒子，盒盖掀开，赫然是那件传承了3次的明黄阶漆。这面道旗，大家轮番披上一披，权当富贵共与之。来，官家不可！很显然，亲身经历了3次黄袍加身，诸多誓言在大事面前毫无作用。这便是乱世之中的风气。所有的兵士投身效死，不是为了忠义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为了那一口饱饭，一个改变命运的前程。可是如此往复，反复如此，这太平年的一碗酒何时能喝的？这二郎这时候出来唱红脸，助攻赵匡胤。聪明的将领已经知道这话里话外的意思，纷纷愿意交出兵权，回归故里。赵匡胤将节气扔在台阶上，一屁股坐了上去，又开始说：朕为太尉时，与尔等皆为兄弟。如今朕做了天子，那天下人便皆是朕的兄弟。深深地指出来唐朝以来的制度的问题。之前的节度使军政一把抓，导致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中央号令不出汴京。而今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从身边亲信大将开始逐步削夺节度使实权，将禁军统帅权收归枢密院，地方精兵悉数调入京师编为禁军。从此兵权归于制度而非人臣，将帅担长训练之责，不设调遣之权。这一刻赵匡胤落泪了，他为司马普之死而气，他为万民奔赴的太平年而气，也为自己而气。
当了皇帝便不能当自己，便不能有兄弟。这一刻他成了孤家寡人，但这一刻他终于能够拿上黄豆再见一次司马普。随后几年间，赵匡胤一道诏令发布天下，画面到了吴越那边，可是到了九郎眼里又是没有好话。当真是气了6年还没消气，画面一转又到了南唐。赵管家要召你去汴京。这可是把骄横惯了的李煜吓得不轻。谢薛师傅，救我！第二天，只有南唐使臣来复命，无论使臣找来什么借口，李煜或不敢来，或不想来，但在赵匡胤眼中，便只有一个可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为了他的小乙哥，为了胡令公，为了司马普，为了前赴后继为太平年的一碗酒，洒尽最后一滴热血的所有人。而南唐的李煜并没有要和平的意思，一心想着要战便战。这时候，南唐上下唯一看得清的李元清说话了，一番上策，李煜充耳不闻，而这一番下策之计，竟让李煜听得连连夸赞。殊不知已经大难临头。潘美为行营兵马都监，吴越国王前世，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大使，兼长江粮墨都转运使。这一封国信很快就传到了吴越，而九郎也马上开会讨论军粮转运的事项。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封急信，南唐派遣李元清来了，目的正是联合吴越抗击北戎。九郎不便出面，直接让养子钱维志去探虚实。当然，钱维志开场就是祖训：勤修共事，尊奉天子，善事中原大国。李元清自然是老狐狸一只，直接开门见山。可惜钱维志却有当年九郎的风范，当场提出300万两米的条件，明摆着要坑李元清第3次。众人都认为钱维志想法太过于单纯，可谁知钱维志的真实目的并不是2米，而是崇明镇。这时候众臣又开始质疑，哪料所有人都听不懂钱维志的计谋，九郎却懂了。果然让孙承佑去是有原因的。第二天，钱维志便提出了300万两米的条件，李元清自然是不答应。第3天，孙承佑见了李元清。要知道，李元清乃是秦淮社主，孙承佑是黄龙社之主的儿子，说白了都是江南一带的生意人。一番客套话之后，李元清开门见山，由于祖训的缘故，吴越所有事情都不能答应。但是如果以孙承佑的黄龙社去谈，那便有的谈。就这样，李元清掉进了钱维志的算计里。可惜李元清肺腑之言，群臣都没听进去。就这样，南唐后主李煜吞了这杯饮鸩止渴的一杯酒。孙承佑很快与南唐完成了交接，并且第二天借犒劳南唐将士的名誉与南唐守军喝酒。这丘巴果然是一名讲究人，很快就被孙承佑拿捏。第二天，九郎召开会议，说钱维志就像年轻时的自己，于是派遣钱维志去北宋面见赵匡胤。刚一见面，果然有九郎昔日的风范。另一边，南唐唯一清醒的人李元清找上了孙承佑，目的是想用秦淮社换自己的活路。而他没有把秦淮社直接献给吴越王九郎，而是献给了九郎次子钱维，这样秦淮社与黄龙岛强强联合，九郎小舅子、九郎亲儿子的势力则会极其庞大。赵匡胤那边已经召开了战前会议，我若是九郎，当以汝为世子。很显然，李元清真正的目的就是让钱九郎的2个儿子争权，但是那已经是南唐覆灭之后的事情了。战前准备完毕之后，北宋水陆2路大军直指南唐，吴越九郎也开始调兵遣将。画面给到了九郎亲儿子钱维，似乎预示后面会有大麻烦。果不其然，九郎给了钱维监国大权。几天后，李元清成了钱维智囊。几天后，九郎也挥师北上。这个丘巴狗仗人势，在九郎面前狂吠。但是余丈子出身的九郎怎么会吃了这个亏？最后九郎掏出杀手锏，这个丘巴自取其辱。你自家看清楚了，这上面是谁的字？当然，停船不前也是有原因的。九郎是在等一个时机。很快，北宋水军势不可挡，接连破了南唐诸多战船，军情传到了南唐朝堂之上。而九郎等的时间快到了。谁能救得了江州？使臣的试探以失败告终，北宋军队奇袭南唐北线。镇海军、湘阴军
一并西调。南唐最后的依仗，镇海军被调去支援北面战场，可惜供给不足的镇海军结局已经很明显了，一刻都等不起。这时吴越九郎等的战机终于来了。九郎下令阿平出击，万事皆定的时候，监国钱维与敌国的李元清分析战局。李元清动了，世子殿下的机会来了。李元清以乱世铁律劝谏钱维，当了监国，当了世子，却不一定能当了吴越王。只有拥有不世战功，才能坐稳江山。而这不世战功，便是在南唐全线溃败之时，让钱维出兵摘桃子，直取南唐首都，挂上吴越的军旗。观众们可能都明白，如果此时钱维出兵，南唐兵败却不是战争结束，而是另外一场大战的开始。果不其然，正当吴越王九郎整军总攻南唐之时，李元清也露出了他的獠牙。钱家世子盖了玉玺的招降文书，并不是用来招降，而是李元清用来辨别中间的试金石。在一番家国情怀的鼓动下，李元清的敢死队正式成立。不过好在九郎的一名老下属发现了猫腻，当即把自己发现的蛛丝马迹告诉了神虎子。顶级智囊神虎子当即发现了问题所在，立马命令将士封城，严格盘查所有南唐来的人。而神虎子作为世子的老师，则是直接找上了世子。刚开始世子还在装糊涂，神虎子直接开门见山，见此世子只好坦白。这一句补充，直接把神虎子整虚脱了，多说无益。神虎子拿出一张纸，就让世子给九郎请罪。另一边的李元清也开始下一步谋划，他直接找上北宋前锋大将曹彬和潘美，告诉他们吴越世子招降了南唐的几个大州，包括南唐目前仅剩的最强军队龙翔军。最关键的是，他还给自己安了一个新身份——吴越皇室宗亲当今大王九郎的叔父。大将曹彬将信将疑，请李元清下去休息。吴越那边，九郎已经收到了请罪的表彰。发怒之余，九郎赶紧亡羊补牢，命令小舅子火速去给北宋曹彬处送信。可惜已然来不及了。深夜朦胧的夜色之中，挂着吴越旗子的南唐龙翔军敢死队正悄然渡过钱塘江。这时候曹彬展现出了大将之姿，他没有轻信李元清的一番言辞，而是先下令全军备战，随后派出一支精锐斥候前去打探虚实。果不其然，江面上洒满了火油。龙翔军眼见阴谋被识破，只好点火提前发起了进攻。火把映得江面如沸，北宋军队沉着应战，饶是占据先机的南唐敢死队，最终也难敌曹彬早布的俘虏阵。只可惜北宋军队也因此多了许多本不该有的战损。大战落幕，孙承佑才堪堪来迟。虽说误会已经解开，但是军队之中不是认错就可以结束的，赏罚必须有个交代。九郎自知这一番道理，自己亲自处罚了自己的儿子之后，第二天带领10万大军直扑钱塘江畔，铁甲如潮，旌旗烈风，这可把宋军吓坏了。当然，九郎并不是要与宋朝开战。画面一转，九郎已经坐在了中军大帐之内。目前除了远在汴京的赵匡胤之外，就属前九郎这个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军衔最大。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大敌当前却犯了致命错误的世子的父亲。如此一来，他先是拍曹彬的马屁，说曹彬将军真乃神将，配享太庙。最后九郎祭出杀手锏，直接把吴越10万大军全部交给曹彬指挥。曹彬一怔，这千艘先进的战船，10万精兵强将，这哪是给了军队指挥权，分明是给了两国交战的第一大军功。一旦战事完毕，那可真就配享太庙了。这时候九郎说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他的全部目的只有一个，保住自己儿子的一命，
当然，这为来日纳土归宋留下了伏笔。自此，太平年第44集完，明日继续更新后续，敬请订阅。画面给到了南唐那边，此时南唐后主李煜已经没有了半分抵抗之力，并且决定效仿后晋石重贵，做一做那牵羊投孝之举。在极度悲伤之余，留下了万古传颂的亡国词。第二天，李煜素衣如雪，腰间未系玉带，带领群臣和户籍土地名册献给北宋军马大元帅，也就是现任的吴越国主九郎。看着此时李煜的样子，九郎似乎想到了昔日的石重贵，想到了自己以后是否也会和李煜一样。最后，他缓缓走到李煜身前，这又是何苦啊？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吴越九郎接受李煜纳土归降，却没有带领士兵入主金陵城。北宋主帅曹彬大破敌军，却也没有带领手下入主金陵城。正那足以配享太庙的绝世功名，曹彬手下的将领自然是冒死劝进，甚至有逼曹彬带领他们入主金陵的意图。只见曹彬按剑而立，目光如铁，定入青砖，威严的话语脱口而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这句话正是后晋石重贵当年说于天下人听的。曹彬深知现在北宋皇帝赵匡胤的心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并且赵匡胤已经有过杯酒释兵权的先例，现在位高权重的他可不能再不长眼了。可惜自有不长眼的人，好大喜功，正是那位督军，当初在吴越九郎那里耀武扬威的那位督军。当然，在督军进城之时，发现了李元清刺杀吴越的世子。为了找到李元清，督军直接传令全军全城大锁。这是什么意思呢？当初吃人将军张彦泽攻克汴梁城时，就曾下令全城大锁3日，守城战才死了3000人，而大锁第1夜就导致18000人死亡。石重贵的妻子楚国夫人更是被羞辱致死，可想而知这位北宋的督军胆子有多大。1刻钟之后，九郎收到消息，平乱。九郎和曹彬进城平乱。首先，他先对自家的将领执行军法，随后他把目光落在督军脸上。九郎下令让手下按住督军，就如同九郎当初当朝斩何承训一般。可惜，正当九郎出杀之时，一众将士拦下了九郎。毕竟督军是赵匡胤钦点的监军使，打狗还得看汴梁城里的主人愿意不愿意。如果此时九郎私自斩了督军，那就是对汴梁城的公然挑衅。画面一转到了汴梁城，南唐后主李煜已经到了汴梁城的大殿之上，与石重贵那时一样，李煜被赵匡胤赏了一个违命侯的官职，软禁在汴梁的舍人院。据史料记载，李煜在舍人院内安稳度过了3个年头，期间潜心创作，一首《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更是成了千古名篇。可此时的赵匡胤已经离世，赵光义继位后，在李煜42岁生辰那夜赐下千机药1盏。言归正传，李煜事毕之后，只剩1只耳朵的监军跪求赵匡胤给他做主。可惜赵匡胤感慨了一句：“居然只割了你1只耳朵，真是岁月不饶人呐。”随后把监军革职，贬到了房州。正当监军到任，与当地官僚喝酒的时候，南唐李元清带着斗笠出现，一刀便结束了这位下令在金陵大锁的监军。汴梁城中，赵匡胤与大臣开会，眼下很多事情都摆到了明面。如今北宋已非昔日藩镇割据之局，而是天命所归、一统在望的鼎盛之势。目前西蜀南唐都已经平定，南方国土已尽归版图，唯余吴越一隅。可惜吴越多年来善是中原大国，北宋贸然起兵，师出无名，反受人以柄。这时候赵匡胤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前九郎入汴梁。这一决策让吴越炸开了锅，这一阳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如果九郎不去，就给了北宋开战的理由；如果去了，那便是自投罗网。这时九郎看了一眼字画，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遥想当年九郎与郭威、赵匡胤船上相聚，九郎就许下承诺，
在陌上花开之时，我与元朗在汴梁城外等你。第二天，九郎带着妻子孙太真与养子钱维志出发汴梁。路上，九郎问孙太真：“你后悔吗？”其实是在问自己。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当踏上岸时，他只当回了故乡。一别近30年，一直倒还是这般清瘦。此时的汴梁城还有很多他就是在汴梁城中结识的朋友。他对朋友说：“你还是那般清瘦。”朋友说他已经习惯了乱世的简衣缩食，也感慨和平的来之不易。当九郎走进汴梁城之后，往日历历在目。他第一次来汴梁的时候，到处是残垣断壁，甚至还有人相识的情景。而如今汴梁已经人声鼎沸，车马如龙，这不正是他与郭赵相约的太平盛世？当然，这些还不足以让九郎甘心纳土归宋。一路上，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陪同在九郎身边，一句一个九歌，从当年刺杀张彦泽到天下英雄前九郎，从南唐战乱到稳固吴越基业，愣是让九郎心飘飘然。等一路到了皇宫门口，赵光义更是亲自给九郎牵马，并且特批九郎剑履上殿，当真是把九郎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然，这一番面子上的功夫也不足以让九郎纳土归宋。当九郎和赵光义进了大殿之内时，赵匡胤已经准备好了烧烤，与当初在船上吃的一模一样。九郎正要行礼的时候，赵匡胤一句：“自己找地方坐。”与29年前一般的语气。可惜时过境迁，九郎并没有因此放下戒备之心。这时赵匡胤突然抽出九郎腰间短刃，没等众人惊讶，赵匡胤已经开始用短刃削起一块烤肉。这里已经暗示乱世已经过去了。九郎虽然同27年前一般剑履上殿，但是当初那把鱼吻已经送给了忠顺都，而现在的刀兵用来做厨具正好。就这样重归于好的三人就吃上了。小编本来心想万事俱备，只欠纳土归宋了，可为何太平年到此时竟还有整整2集之多？原来是我想简单了。如果是国战，就如曹彬所言，20万精兵或许可灭齐国，却会将吴越打成一片白地。给我20万大军可以横扫6合，但是那时候只剩下一片白地。但如果不是白地的吴越直接归于北宋，那就会有其他问题，比如钱币、税赋、世家。这时候九郎和赵匡胤提出，北宋是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和平之国，人少地多，土地流转和兼并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因此收关税就行。但吴越多年整体和平，但是在这动乱的大环境之下，必将有财阀士族兼并土地，所以吴越只能使用包税之法，让官府以世家为媒介统收统支。但这样就留下了一个大麻烦，世家权力甚至比吴越皇帝的权力都大。一流水的朝廷，铁打的世家，一句王权不下乡。赵匡胤也知道了九郎的难处，一句话打消了九郎的顾虑：你纳东南，我亦兼并。但是世家盘根错节，岂是诏书一道，印信一枚就能斩断的？九郎继续说解决的问题，接下来是钱币的问题。吴越铸钱向来以保证太平为号，铜制精，字口深，流通广。可汴京新铸的是宋元通宝，2套钱法并行，市面必乱。再加上北宋境内还有铁币，看着大郎府上贺寿的木箱子，里面赫然放着60万枚钱币。赵匡胤知道九郎说的3件事都是实话，由此可见九郎是真心想纳土归宋的，但是他要那给大宋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第2天，赵匡胤带着九郎上朝，张口就是赐座赐上座。要知道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就把宰相公卿的座位撤掉了。这时候的九郎当然是不敢僭越，但是赵匡胤这时候对九郎说了悄悄话：我他之策都说，
也不见你南下啊。要知道，他上次说的这句话，正是北宋伐南唐的理由。当然，这次是玩笑话。随后，赵匡胤言归正传，他问群臣以前是谁说吴越王有不臣之心的？现在可以直接站出来对峙，没有人说话。这时赵匡胤说：“如果现在不说，以后就再也不要说了。”这时候丞相说：“前王来了，应该好生招待，多留一些日子。”说白了就是要软禁起来。赵匡胤目光一沉，直接揭了丞相的老底，吓得他当场跪倒。与此相反的是，九郎一家包括妻子儿女都被册封。九郎重归吴越之前，他去了一趟皇宫内的祠堂，很显然他在找昔日郭荣的影子。这时候赵匡胤出来重提往事，当初他黄袍加身时给吴越发了8封国信，九郎都没有回复。直到第9封的时候，九郎才堪让大臣代笔回复，而此时赵匡胤把那面明皇节旗递到了九郎手中。不要以为天下间只有你九郎最讲情分。看到赵匡胤在祠堂后面给郭荣复名为柴荣，还给柴家后代赐下了丹书铁券、免死金牌，九郎终于释怀了。但是回到吴越之后，才是苦恼的开始。九郎将北宋群臣上奏要将九郎留在汴梁的表彰带了回来，整整1箱子。九郎对吴越的群臣说：“你们放心，北宋并没有削藩的意思。”可是一直以来与九郎一心的神虎子说话了：“大王此语，实属自欺欺人。”他说九郎是在自欺欺人。九郎目光一滞，他心知神虎子这番是不想吴越亡国，但是这忠臣却妨碍了他纳土归宋，于是他心一狠，同意了这位陪伴了他30年的老部下告老回乡。同样遇到难处的还有远在汴梁的赵匡胤，此时他的身体大不如从前，每天睡不到2-3个小时，但看着这还未圆满的天下，他拿出当初那明皇节旗扔给了二弟赵光义，然后将赵光义拉下来，亲手递给他斧子，让他去砍太原北汉。其实意思很明显了，赵匡胤要将皇位传给赵光义，要文臣赵光义去军中磨练，积累声望，好日后登基。于是乎，赵光义开始砍太原，不封魔不成活。也没那么难吧？可惜赵光义还没来得及北征太原，赵匡胤就结束了他的一生。不久，赵光义顺利继位，吴越那边九郎心都碎了，2位哥哥相继离世，却没看到这天下归心。好在田地吞并的事情迎来了转机，富户与农民发生了土地上的官司。李元清断定这世道与往常一般不可更改，可惜他的学生范雍却说是农民打赢了官司，原因是那些田契是孙太真的陪嫁品，没有人敢过户。画面到了孙太真这里，他已经病入膏肓，而他的心愿就是不希望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改变，包括那些田契。于是吴越王顺水推舟进行了土地确权，由神虎子发起，范雍执行，最终影响纳土归宋的田地一事处理完毕。这时候钱家大郎也已经年迈，他把后辈与下人遣散之后，与九郎说起了真心话。九郎原以为他和胡进思一样要说不可将前世江山拱手让于人，但是钱大郎却说的是老一代人都已经故去了，新一代人要有新一代人的想法，年轻人也不能坐享其成。这番话当真是给九郎续了一剂强心汤。第2天，北宋使臣又带了1箱子北宋群臣写给赵光义的奏章，皆是恳请流亡汴京，以安东南之词。说白了就是催促九郎赶紧纳土。而九郎问了一圈，只有1个大臣愿意纳土。九郎一把火烧掉了那些奏章，然后在钱家的祠堂与他的哥哥和长辈们摊牌了。不管了，不管各位祖宗和哥哥们怎么看了，处心思已定。就算做的不对，那大不了下去继续罚跪奉贤堂，再给各位赔不是吧。
这种语气，这种肆意妄为，似乎于帐子九郎回来了。就这样，吴越九郎立在城楼之上，对着百万军民高声宣布吴越纳土归宋，中国天下一统。太平年的那一杯酒到来了。不久，九郎带着玉玺与妻子孙太真的佩剑北上汴梁，最后九郎、赵匡胤与柴荣云端相会，共享太平年的一杯热酒。自此，太平年全集完毕。